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颗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，在你外套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居回宙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将军，你不错啊！我下棋下了那么多年，能赢我的人没有几个，你行。这个阿慧也真是的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我看我们一面喝茶一面等她嘛。打电话给她又不听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他最近事比较忙，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说不到2句，他就要挂了。哎呀，别说你了，我是他的爸爸，有时候要找他也是很难的。最近多亏你照顾他，他很任性，你只要迁就他一下就没有问题了。来，我知道。Corinne， 阿慧啊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？James 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爸，我又没有叫他等我。你也真是的，James，你不要怪他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哎，我看我得去煮饭了，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好？好啊。阿慧，你们谈谈的。找我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干嘛等那么久？我只想来看看你啊。看到啦，跟我来。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还没跟老爸说一声。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安哥留我下来吃饭呢。爸那边我会交代，你走吧。Corinne， 你是不是太累了，还是心情不好，所以会这样子对我？由始至终，我只是把你当成普通朋友，你不要有事没事就来找我。爸有空陪你，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应酬你。我以为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。如果每天来接送我就是男朋友，那我岂不是很忙？我可不想引起爸的误会，以后你就不要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没有，你没有做错，只不过你连我心里想什么也不知道，怎么当我男朋友？我真的不想跟一块大木头在一起，一点生活情趣也没有。我明白了。回来了，吵架了。哎，阿姐，阿姐，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James，我煮了拿手的猪脚醋啊。哎，James 呢？他走了。他不是说要留下来吃饭的吗？爸，他以后都不会来我们家了。啊？二姐把 James 赶走了。为什么？小弟，快去冲凉换衣服。哦。爸，他们2个人的事就让他们处理好了。我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。James 的人品好，对你又那么体贴，处处迁就你，你还在嫌人家什么？不是他人品好，我就要接受他的。好，你既然对人家没有意思，
为什么不早一点跟人家说清楚呢？我跟他没有许下承诺，时代不同了，一起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不代表我要嫁给他。你真的是太年轻不懂事了。找男朋友要找一个老老实实的，像 James 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找了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可是现在是我选男朋友，不是你。阿慧，世慧，阿慧啊！爸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哪一套比较好看？这套吧，我觉得这套比较好看。我也这样认为。诗慧啊，你真的对 James 一点感觉也没有？如果知道一早不适合，就应该告诉他，不要拖到现在。穿衣服也要穿好几次才知道舒不舒服嘛。可是也不应该给人错觉啊。刚才他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得出他真的很难过。我也说过，做一点孩子就应该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。要怪就怪他自己，拿得起放不下。我总觉得你对感情太轻率了。如果不喜欢也要去接受，那才叫草率。我知道刚才我那番话很伤人，可是我也没办法。姐，就不要说他了，他已经成为历史了。好，我不管你怎么处理你感情的事，总之呢，你不要让爸担心就是了。那你非帮我不可。你又要我帮你隐瞒什么啦？是我懦弱，姐。我明天决定要交辞职信了。辞职？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有商家找我拍其他广告，模特公司也要跟我签合约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。你真的想清楚啦？要当模特儿不一定要放弃工作的。我想专注在模特的事业，难得人家给我机会，我不要错过。可是这一行真的很复杂的，爸可能不能接受。我现在还年轻，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。你总有一大堆借口为自己辩护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那爸那边，姐，只好暂时隐瞒他，找适当时候再跟他说吧。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是啦，是啦。郑先生，这次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们已经赔偿了5000块，我们就一人让一步吧。谢谢。大家过来一下。我们已经赔偿5000块给郑先生，他也同意撤销控状。我要提醒大家，今后在处理丧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来谈。德叔的事情对寿板店的影响真的很大，我不容许同样的事情再发生。你们穿上福林寿板店的制服，就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另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事。我决定升叶家俊为组长啊？为什么不是你？不是我，人家年轻嘛。所以，他将会代替德叔的位置。嘉勋哥，那我们以后就一组了。没事了，大家去忙吧。年轻人家是有前途的啦。升职的事，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。我升你有我的理由，而且你的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，毕竟我的资历比较浅。这个行业不是看资历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要求的是有效率的服务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对，不错啊。孩子你啊，最有我的心啊！别看你也吃吧，来，一块吃。吃啊，一起吃才有味道嘛。说真的啊，你第一天进来啊就被我捉弄了啊！没有想到呢，对我最好的竟然是你。是啊，
第一天上班你就把我和往生者关在一起，原来是故意要吓我的。我就是故意要吓你的嘛，怎么知道你没有用，一下就吐出来了。德叔，你就别再笑我了。谁能想到我也有今天？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霸王花这么没有人情味。他也不想想看，我跟老爸一起拼的时候，他当时在做什么？如果没有我的话，福宁寿板店有今天吗？我会偷这些钱吗？我就算给大龙砍死的话，我也不会做这缺德的事。德叔，其实诗雅是有苦衷的。你不要跟我说，他做事的方式我很清楚了，要不然他起个花有叫霸王花吗？啊，想不到这次这么狠心。哎，德叔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冷静一点，来坐下，喝茶。其实今天是诗雅叫我来请你吃饭的。什么？郑先生来结账时，诗雅赔偿了5000块，他才勉强答应撤销控状的。你不要为了帮他说好话来骗我啊！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就算你说的是对啊，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这样的补救对我用啊？德叔，你看着诗雅长大，应该知道她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。诗雅要掌管寿板店，照顾这么多人的生计，真的很不简单。他知道你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叫我拿给你的。还有，你之前的债务，他也帮你还清了。这些他都叫我不要跟你说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你知道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德叔，诗雅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的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商家已经答应撤销控状，现在还要等警方的消息，应该需要一段日子。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陷害我，给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放过他。德叔，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跟诗雅说吗？诗雅，我听他说呢，是你叫他请我吃饭，还有那个300块钱，还有那个债务，thank you。你笑什么脸？啊？德叔啊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你跟人家说 thank you。好笑吗？哎，我这个人做事黑白分明的，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我记得的。帮过我的人，我一定说 thank you。好笑。我让德叔知道是你在帮他，你不会怪我多事吧？怎么会呢？如果没有你帮忙，德叔一定还以为我在针对他。你一点都不像霸王花。这一行就是这样，什么绰号都有。其实他们在背后叫我什么我都无所谓，我要求的是素质，只要他们把工作做好，那就行了。被人取一个这样的外号，还可以这么豁达？不是豁达，是看开。在这一行，如果太执着的话，怎么坚持到现在呢？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女孩子是做不来的。为了证明我可以，我得加倍努力。要员工对你心服口服，你必须做得比他们好。这就是你向来做事的宗旨。要一下子改变大家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不容易，没关系，一步一步来。除了改进服务、提高形象，还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行。我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殡葬行业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。那可不简单，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心愿。现在有空吗？陪我去个地方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若哈娜的妈妈反对他们在一起，她担心郑雄无法给若哈娜幸福。原本开开心心的，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
我没想到妈妈的反应会那么激烈，我还以为我可以说服她，可是没想到她这次会那么坚持。不关你的事。Rohana，你别这样。是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安迪对郑雄的想法。我真的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可是我又不想让妈妈担心。你别这样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还会有什么办法？谁叫我自己讲不争气？郑雄，老公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。郑雄，你别这样，事情没你想象那么糟。是我自己太看得起自己。你们看，我还以为两个人真心相爱就可以，我不会怪罗安娜的妈妈。我明白她的顾虑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员。又是一个残障人士，我凭什么照顾阮娜一辈子？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想阮娜为难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，她不想让她妈妈担心，与其痛苦下去，不如现在选择放弃。要放弃当然容易。要坚持才是最难的。你现在放弃了，将来一定会有遗憾，因为你没有努力去争取过。争取？哼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去争取啊？郑雄，你听我说，每个人有资格追求自己喜欢的人。郑雄，我虽然刚认识你，可是。我很佩服你残而不废的精神。我和诗雅都在感情路上摔过跤，我们各自为了某些原因，都放弃了争取的权利。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说，人的一生要遇到一个自己喜欢，而对方又喜欢自己的人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这样就放弃了，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有勇气向罗汉娜展开追求，却没勇气跟她一起面对问题，这对她公平吗？我不想的。可是，我不希望她以后后悔。你不是她，怎么知道她会后悔？如果你因为她母亲反对而放弃，那你之前对罗汉娜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做到。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如果你现在放弃，那这一切永远也不会是你的。你问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爱罗汉娜？爱，我是真的爱她。那你呢？你也爱郑雄吗？罗安娜，你放心吧，
我一定会说服你妈妈的。好。妈妈，安娜， Makcik, saya kesini ingin melamar anak makcik. Sampai. 恭喜你啊，郑雄！罗哈娜的妈妈终于答应你们的婚礼了。谢谢你。我的妈妈只有她唯一一个女儿，她担心过在一起会吃苦。我本来以为她不会答应我们的婚事。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说虽然你是残障人士，但是你愿意用生命保证，一定会好好照顾 Rohana， 不让她受半点苦。我现在虽然只是会计助理，不过我正在进修会计课程。如果考上的话，我就会成功的成为会计师。为了我们将来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郑雄啊，你对他真的是一往情深，处处为 Rohana 着想。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女婿啊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看你要等很多年呐，我们的女儿还那么小。说起孩子，我妈妈还担心我们将来生出来的小孩像他这样怎么办。幸好家俊说服了我妈妈。我只是让安迪知道，医学证实小儿麻痹症是不会遗传的。其实我们只是帮忙说话而已。安琪是看到你们真心相爱，才会答应你们的婚事的。罗哈娜，反正现在我一个人住，等我们结婚后，就把你妈妈一起接过来，让我们两个好好的照顾她 ，OK？ 真的吗？嗯，是呀，我们俩的婚事就拜托你了。他就是我的朋友子豪。嗨，大家好，你一定是 Rohana 吧？那你是郑雄，思瑶都告诉我了，谢谢。谢谢，坐吧。关于婚礼的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问子豪。坦白说，我们俩能力有限，不想大事不彰，一切简简单单就行了。没问题，我已经联络了一个设计婚纱的朋友，他已经答应帮忙了。谢谢你。这场婚礼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我虽然没有办过异族婚礼，不过我相信你们的婚礼一定会事过完美的。谢谢你。虽然我住在附近，这还是第一次我来拜访呢。这房子其实是我表姐的，只是她现在出国了，所以就我一个人住。好啦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出去。马来同胞的婚礼有些婚俗跟我们华人差不多的，比如说新郎必须给女方聘礼，然后在迎亲的时候呢，他的亲友都会向你要入门费。特别的是，你们一堆新人呢，将会坐在一张非常精美的椅子上，像国王和王后一样，接受大家的祝贺。郑雄，你就享受当一天国王的滋味吧。哎呀，我什么都无所谓啦，只要Rohana高兴，那才最重要。我跟Rohana沟通过了，我会根据她的要求定做一件漂亮的传统礼服。郑雄，到你了，走吧。OK。文熙真本事，连异族的结婚礼服也会设计。文熙在这方面真的很有天分，加上他自己也很努力，许多顾客都自己找上门的。这次真要谢谢你。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谁帮忙。不用啦，我只是尽本分而已啊。这次帮他们策划婚礼，就当这是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吧。文熙也答应在礼服方面只收最基本的费用。婚礼那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只要穿得漂漂亮亮出席观礼就行了。那还不容易。看来某些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见面的。特殊的例子，就像这次。家俊，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。是你平时没机会看到我这样的打扮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哎，来了。哎，
这样才有女人味嘛。我今天是嘉宾的身份来观礼，当然要尊重主人啊。对了，怎么临时换了地点？主屋楼下有活动，所以他们决定在这里举行。况且他们在这里相识、相知、相惜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对他们有特别的意义。还有这些老人家呢，都可以当他们的见证人。来吧。哎，若涵的，恭喜你！恭喜你！谢谢。你今天好漂亮，谢谢。可以吗？我可以的。师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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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刚才我走进来这段路，对你们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，可是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要感谢鲁哈娜，是她给我很多的支持，很大的力量。我才能够成功的走进来，谢谢你。我们两个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很远。可是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，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。我们两个一起走下去。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，是我这一辈子连想都不敢想的。首先，我一定要感谢一个人，她就是罗哈娜的妈妈。谢谢你对我有信心，谢谢你把女儿交给我。安迪，Mother, sorry. I promise you, I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and your daught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. I'm truly, trul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. Thank you, Mother. 还有，我要感谢疗养院里每位 uncle 和 auntie， 谢谢你们见证了我跟鲁哈娜这段爱情，是你们造就了我们。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当义工，我才能够有机会认识鲁哈娜。谢谢你们。接下来，我一定要感谢诗雅，还有家俊。你们经常告诉我
一定要勇敢的去追求生命中的幸福。你们还跟我说，放弃很容易，坚持才是最辛苦的。但是只要坚持下去，幸福就会降临。今天幸福终于降临了，谢谢你们。最后，我最想感谢的是老师大哥一家人，谢谢你们常鼓励我来做义工，谢谢你们常提醒我是残而不废。老师大哥每天不辞劳苦的接我上班下班，他知道我要结婚，他很高兴，每天为了我还上下奔波，帮我准备婚事。我没有家人，对我来说，你们是我最亲的亲人。老师大哥，你是我最好的大哥，谢谢你。其实我要感谢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一句谢谢无法表达我内心里面对大家的谢意。我一定会以行动来证明。我答应大家，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，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勉力。我跟我太太再次感谢大家出席我的婚礼，谢谢。来，大家看镜头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是啊，给你。谢谢。哎，觉得婚礼怎么样？刚才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帮忙，今天的婚礼就不会那么成功。你不用一直谢我了，我已经说过，如果不是大家帮忙，我也成不了事。这次你帮了我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下一次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哎，那不用了，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不想那么快就参加你的旅行团。哎，这可是无限期的单程机票，欢迎你随时兑现。李先生，你是护影的策划，可以接受我的访问吗？哦，好啊。谢谢。诗雅，你今天啊这样子很漂亮，其实啊你应该常常这样子打扮。他们都结婚了，其实轮到你啊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每个人知道我的行业之后，跑都来不及，还说结婚。那你们两个是同一行的，在一起就没人会说什么啦。今天诗雅打扮得很漂亮，对吗？翠婷，老婆啊，过来一下。失陪一下。她啊，做美人做上瘾了，你别听她胡说。他说的对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两位，来拍张照。我来介绍这位大摄影师，他是我弟弟子阳。嗨，嗨。他一点也不像你弟弟哦。我们当然不像了，我比他帅多了。别只顾着拍照，喝水吧。啊。吃点水果吧。都几点了？子豪怎么还没有起床啊？他为了之前的婚礼啊，忙了好多天，终于忙完了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吧。我是担心 Jeff 一个人在洗铺忙不过来啊。现在才几点，哪有什么人呢？哎，喂，你看看，这照片里的人是不是我们的儿子啊？你这老花眼镜戴了10几年，叫你去配副新的又不舍得。爸妈早。什么新闻看得那么入神啊？我叫你妈帮我看看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你。他看了老半天了，还看不出来。我不是看不出来啊，我是在看新闻写些什么啊。儿子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啊？哎，这是 Rohana 跟郑雄结婚的时候拍的。是啊，还提到喜铺的名字啊。儿子啊，这次你红了。妈，我帮他们不是为了这些。其实，当郑雄从轮椅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。谁都没想到他真的以行动来证明自己可以做到。
我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，当媒婆除了赚红包，更重要的是撮合姻缘，让大家都开心。就因为你这句话，我才会入这一行。这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是啊，办喜事本来就是应该开开心心的，只可惜啊，全叔没这个福气。妈，如果全叔知道你为了他的事感到内疚，他会不好受的。是啊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你再内疚一辈子啊，阿全也不会复活的。是时候放下不愉快的心结。我不是放不下，只是现在提起，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不提就是了。来吃。好。喂，啊，对，我是唐文熙。啊，我有帮人家设计婚纱的。价钱方面啊，要看婚纱的设计，还有用的布料。对对对，嗯。啊哈。嗯。好啊，那我们约个时间见面的时候再聊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拜拜。啊，我今天接了至少7、8通询问的电话。你看看。难怪今天早上我上网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当天的婚礼，还有新娘的婚纱啊。我们真的要感谢郑雄还有罗哈娜。啊，我们一炮而红了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我在门口都听到你们的笑声了。当然开心啊！很多人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婚礼策划，还有新娘的婚纱。我一向都觉得你们是行的，要不是当时被雷蒙骗了，你们早就是婚礼界还有婚纱界的大红人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下未来。未来？你不是还想再开婚纱店吧？我们累积了经验还有名气，各自也有生意找上门，与其各做各的，不如我们合作组织公司，提供一站式的服务。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还清债务，现在一时间恐怕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一向都没有储蓄的，你叫我去哪里找那么一大笔钱来开公司？不如这样吧，资金方面我会去找爸商量一下，你们先以员工的方式跟我合作，等公司上了轨道赚了钱，你们再入股，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太公平哎。小姐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婚姻策划师，有一个专业摄影师，差的就是你这个著名的婚纱设计师，我们3个人少一个都不行了。好吧。其实今天呢是双喜临门。还有什么喜事啊 ？Surprise！ 我设计的婚纱，年度最佳婚纱设计师大奖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把你设计的婚纱的照片拿去杂志参赛，结果就被选中了。谢谢你啊，子阳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。我跟爸妈商量过了，他们赞成我们主持公司，还有也答应借我们一笔钱。他们知道你有份，开心的不得了。那我们这次一定要很努力，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几时有空找文熙出来谈一谈？你先确定的时间，再让我知道吧。怎么会想把文熙的作品拿去参赛啊？他真的很有才华，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赏识。他的确很出色。那你去追他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人家喜欢的是你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他对你的关心就看得出来。每个异性都是这样对我的。如果每个关心我的女人我都要去做出回应，那我岂不是很忙？是你很受欢迎啊。哎，年纪不小了，几时要定下心？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。现在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刻，如果这么早就定下来，我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你打算这样过一辈子啊？这有什么不好？至少什么顾虑都没有。你也知道我的性格一向是这样，不会为了任何人而改变自己。那文熙呢？对她跟其他女人一样吗？
文熙的确是与众不同，我也承认和她相处得很开心。不过以后的事情，谁说得清楚？既然对人家有好感，那就不要吊儿郎当了。还有啊，喜欢跟不喜欢真的这么难分辨吗？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爸妈要是催婚的话，催的肯定是你，不是我。谢谢关心，我自己有处理的方式。晚安。妈，我来。妈，医生说你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你就等病养好了才回家好吗？我都可以自己走路了，要我整天躺在这里，我会冷死的。可是在这里有护士照顾，回到家里我还要工作。你一个人在家里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啊？以前你做工，我还不是一个人在家。好吧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回到家要定时吃药，要不然我就把你送回疗养院来。知道了。等一下，你记得帮我买水果。我要拜祭你爸爸。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，你明白吗？说饭店我有份，把我那份给我，还给我！你那份早就给你赌光了，你还欠公司好几千块啊！你骗我！你想吞掉我的钱，你吃了我的钱，蔡福林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不要阿强，不要，不要！妈，会给你爸爸上香。要他放心，你一定会替他报仇的。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计划？妈，之前中我头白金的事，他们的营业额已经掉了很多。报仇的事，不如就算了。你不要忘了，如果不是蔡福林，我们怎么会家破人亡啊？妈，我要在你爸爸的灵前发誓，一定要蔡福林现在下还。我不答应，我就自己去找他。喂 ，Hello，
着你只不过是个决定，放弃你忘记你只怕我无法前进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，